新郎怎么还没到？谢哥可能马上就到了。11点40，新郎还没到吗？嫂子别急，谢哥马上就到，先上菜没问题的。仪式没办就上菜，宾客走光了，婚礼还办不办？正常开始。11点58必须交换戒指，规矩不能破。你看，好糖是不是故意的？会不会太多了？你愿意当伴娘是给我面子，我当然要让你穿得漂漂亮亮的。谢怀到底有没有脑子？今天大婚，他跑去陪别的女人试伴娘服，3个月前早就定好伴娘，哪有婚礼当上临时嫁人的道理？月月，等完成艺术馆的项目，我就能升职加薪，我这不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吗？而且婚纱是你穿，又不是我穿，我去不去的没什么意义。原来我才是那个多余的人。我和伴郎伴娘是大学同学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好糖是谢怀大学时爱而不得的白月光。为了哄失恋的好糖开心，他自掏100多万投资他的项目。嫂子你别生气，谢哥都是为工作，要不先开席，1小时之内他肯定能赶过来。月月，你快帮着挑挑哪一件好看，小唐喜欢那件红色的，你觉得呢？月月，谢怀，前面的仪式拖到现在了，11点58要交换戒指，及时不能耽误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拖一拖也没关系。小唐，就定这一件吧，很衬你。既然礼服定了，你现在就过来。小唐还没化妆，总不能让她素颜出场吧？先上酒菜，我保证在1小时内过去。全场200号宾客都在等，你反倒坐在这儿享福，全是你惹谢怀不高兴，毁我们谢家几代体面。大家等的人是谢怀，不是我。新郎未到场，新娘没有提前伺候长辈的道理。哼，也不知道是谁不体面，结婚当天新郎居然能睡过头。我儿子为了工作忙了3天3夜，睡个懒觉怎么了？你连这点体谅都没有。他凌晨3点归家倒头就睡，一觉睡到正午，刻意错过了接亲。是我强忍难堪，赔尽笑脸安抚所有长辈，临时改了婚礼流程。可他醒来的第一件事，却是跑去礼服店陪别的女人。看到照片了吗？这套裙子很适合小唐。你再等等，我换好西装了，到了直接开始。11点58要交换戒指，及时不能耽误。秋月，别这么死板，及时没必要卡这么死。小唐都特意化妆配合你了，我40分钟内一定到，放心。谢怀，你想让所有人都干等你40分钟吗？那让婚庆上台表演，40分钟很快过去了。再不济你去唱几首歌，反正你在酒吧混过。你明知道那4年是我最狼狈的过往，我拼命熬过的苦，在你嘴里就这么不值一提。月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多想，我保证40分钟内一定赶回办仪式，你再等等我。奶奶常年晕车，一路颠簸，我的朋友们跨越山海而来，爸妈倾尽所有为我铺路。这场婚礼承载的从来不止我一个人的期待。月姐，喝口水润润嗓子。新郎还没到吗？人家忙着陪伴娘化妆。别这么说，谢哥只是晚一点，又不是不来。几百号人等着举行婚礼，他俩倒好，优先拍上写真了。先吃点东西垫垫，别低血糖。秋月，你什么意思？赶紧删掉！小唐刚化好的妆被你气得全花了。才半分钟就哭花了妆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们西装红裙多般配。瞎说什么？我就陪小唐拍几张照，你这么说别人会误会他的。你没空拍婚纱照，倒是有空陪他拍几十张照片。不一样的，小唐很喜欢这件裙子。谢怀，今天的新娘是我，不是好糖。我知道你是新娘，但小唐是来给你撑场面的，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月月，你别不懂事，婚礼晚一会儿没关系。新郎还没到吗？11点57了。我们的婚礼哪轮得到一个司仪来指挥？我没去，你怎么开场？月月别闹了，小唐忍着委屈再重新化妆，你多等等。等我到了马上开始。他被你评论弄哭了，你待会儿记得跟他道歉。不用，没了你，婚礼也能举行。让你弟弟帮个忙，陪我结个婚。弟弟，能帮我这个忙吗？好。你这不合适。开门。
下面有请今日新人秋月、柴云帆入场。秋月，你什么意思？没有新郎你怎么举行婚礼？请2位新人面对面交换结婚戒指。秋月，你跟谁交换戒指？秋月，你怎么回事？我儿子还没来。婚姻大事怎么能胡闹？我们家来了这么多人，你这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。以婚戒为证，交换真心，坚守挚爱，定格今日誓言与忠贞。弟弟，只是走个过场，不要紧张。不行，我没想走个过场。秋月，你这是骗婚！我怎么骗婚了？你还好意思说我儿子才是新郎？这男人从哪儿来的？是不是你出轨了？你儿子是新郎，那他人呢？我儿子工作忙，今天多睡了一会儿，你就不能等等他吗？他还不是为了赚钱养家？在场有很多是老同学，你们说说，谢环是在睡觉还是在陪别的女人拍写真？前几天他是在工作还是在陪着别的女人旅游写生？阿姨，谢怀跟郝棠都在朋友圈那么高调了，怎么还好意思指责秋月？换作是我，直接把这些照片投大盟循环播放，让谢家所有人看看你儿子陪别的女人拍的有多开心。那你也不能找别的男人办婚礼，我们还在这儿呢，你这是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我们也还在这儿呢，你儿子为了别的女人，害我女儿苦等误了吉时，反倒还怪他婚礼就这样，婚后又怎会真心待她？接亲耽误就算了，婚礼11点58分卡点换戒指是福气吉时，误了吉时破财招灾，福运全无。我姐打过电话了，我爸爸妈正往这边赶。弟弟，你认真的？我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开玩笑。从头开始吧，每一步都不能少。什么叫换了个新郎？我才是新郎！谢怀，还不是因为你在婚礼当天迟到。谁迟到了？我不就是要秋月等1小时吗？不是说了我这边要陪着小谭换礼服化妆吗？你们在现场就不能拦一拦？他拎清你们还拎不清？大哥，是婚礼，你当全世界都围着你转，全场这么多人都等你哄好别的女人。咱们从大学开始就是好兄弟，但你这次是真的太过分了。不怪秋月换新郎，你要是忘不了郝棠，就别耽误人家。混小子，你死哪儿去了？还不赶紧来结婚啊！你先别急，今天出门前我可是拜了关公的，要是因为你不守信砸了我的生意，你以后就别进谢家的门。爸，现在谁还在乎吉时啊？拖个一会儿无所谓。你放心，秋月只是一时冲动，她那么爱我，不可能嫁给别人，这是故意做给我看，想逼我回去结婚。爸，小棠在化妆，等她化完我们马上过去。秋月想闹就闹吧，晚上我好好哄哄，大不了给她买个礼物。谢堂，爸，你怎么了？恭喜李成，从现在开始，秋月女士与柴云凤先生正式结为夫妻，祝福2位百年好合，共度余生。柴云帆，谢怀，我快好了，你别和秋月吵架。谢怀，爸，你们去哪儿了？我们早回家了，难不成留在那儿丢人？我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。自己儿子的婚礼，新郎却是别人。秋月去哪儿了？谢怀，婚礼仪式结束了，秋月和柴云鹏在换衣服。换什么衣服？敬酒服啊！你连这都不知道，你到底参没参与备婚？谢怀，今天这事确实是你做错了。兄弟情到这就算了吧，要是被我女朋友知道我给你当伴郎，我的婚事也得黄。新郎新娘敬酒了，赶紧去帮忙挡酒。你喝果汁就行，非要喝酒的话，我替你。这个果汁好甜，能不能换成白开水？弟妹，你跟我弟多喝水，酒给伴郎喝。怎么占我便宜呢？弟妹别怕，以后你们要是吵架了，我肯定站你边。秋月，你赢了。你不就是想逼我来结婚吗？我来了，让司仪准备下，婚礼重新开始。婚礼已经结束了。柴云帆，别以为你跟他走了个仪式就真是她丈夫了，他只是在气我。不信你问他，这场婚礼的一切都是为我们俩准备的，怎么可能说换人就换人？谢怀，这里有哪一样让你觉得婚礼是为我们俩准备的？你忙，所以我们没拍婚纱照，连婚前纪录片也没有。
新郎的名字只存在于司仪的串场词里，可这婚礼是我一手负责的，钱也是我付的。我说谁是新郎，谁就是。月月，婚姻是人生大事，你要想好，不要冲动。谢怀，婚姻是人生大事，你要想好，究竟是新娘重要还是伴娘重要？或者我换个说法，重要的是我秋月还是好堂？月月，是你重要，当然是你。放开！你敢对我动手？你忘了之前我怎么警告你的？之前我是不想让他难过，才不跟你计较。但现在身份转变了，我才是他名正言顺的丈夫，你是骚扰他的外人。我把那些还给你，以后不要再靠近他半步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弟弟，太给我长脸了！你们说什么呢？月月，你过来！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我好好跟你解释，我和好堂真的只是合作关系，我今天也是为了合作顺利才陪他的，你别误会。谢怀，你为了他的艺术馆花了100多万，这也算合作吗？不是你单方出钱吗？你知道了？不是，月月，你听我说，我那是想帮他实现梦想。我们毕竟是大学同学，于情于理都应该帮这个忙。月，我没骗你，合作结束之后，我真的能升职加薪。我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啊！你要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，就不该往一个没有回报的项目里投入100多万，更不该欺骗我，扔下我自己备婚，和别的女人亲密无间。谢怀，你怎么不等我？我一直在后面喊你。毕业那天，好堂对我说，在谢怀心里，他永远比我重要。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知道自己该清醒了。感谢2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这杯我敬你们，也祝福你们百年好合。月月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敬酒正式开始了，走吧。月月，秋月，别回头，是你选择我当新郎的，不许后悔。月月，你不能意气用事，你真误会了，我和好堂只是合作关系。等艺术馆项目结束，我再也不会联系他，或者我现在就把他拉黑。我都是一时糊涂，我爱的是你啊，你出来见见我好吗？你怎么舍得嫁给别人？还是柴云奔，你知道他多少年前就觊觎你吗？他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人畜无害。你还记得上个月我出差回来被人打了吗？就是他动的手，他现在能打我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上个月谢怀脸上有淤青，说是摔的。后来我发现他是和好同去南方旅游，可他挨的打是因为柴云帆。一直没吃饭，饿了吧？先吃点垫垫，一会儿我带你出去吃火锅。上个月你打谢环了？我看到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，就没忍住。我没有很用力，我有分寸。那你怎么没告诉我？我可能不会拖到今天才和他分手。谢怀说你很爱他，没了他你会死，但你相信我，我比他更适合你。原来如此。去哪儿啊？去正式见你的父母，然后你跟我回家吃顿饭。明天我们去领证，正好柴静有空，让他给咱俩做跟拍。啊？还有今天的份子钱得核对，谢怀那边的都退掉，我这边的留下，你那边的另说吧。啊？你不愿意？我愿意。不会舍不得吗？不会。等他出现的10几分钟里，我在脑子里祈祷过，我希望他会来，但他没有。他已经辜负了我们的过去，就不该拥有我们的未来。那我们就到这里吧。对了，你姐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喜欢我？一开始就知道，但她说我配不上你，还骂了我一顿。难怪说要他弟弟帮忙的时候，柴静激动的样子。我崭新的未来就这么开始了。请进。真领了？领了。姐，以后别叫月月了，改口吧。改什么口？各论各的。来，饭马上好。云帆，你去把阳台那几盆花搬进来，快下雨了。我帮你们打下手。搬花去。厨房种地，你不要过来添乱。月月，你进来帮我结个菜。月月，咱们是闺蜜，我向着你，但我也是云帆亲姐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直接问。婚礼天，谢怀是个混蛋，我推云帆上去顶替，是为了保全你的面子。可今天这证，你们领得太快了。
你跟我交个底，你是不是拿我弟当备胎？静静，我确实刚从谢怀那个烂坑里爬出来，一身泥。那你还……但我选云帆，绝不是为了逃避，更不是拿他当替补。我这3年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委曲求全，我欠自己一次不将就。但我看清了谁在关键时刻真心待我，我绝不会糟蹋他的真心。姐，当初在休息室是谁一把将我推上红毯的？我那不是情况紧急吗？推上去了，就没有退货的道理。她现在是我妻子。行，我里外不是人，赶紧端菜，饿死我了。多吃点，瘦得跟纸片一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老柴家虐待你。谢谢姐。你谢他去吧，我这傻弟弟惦记你那么多年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现在总算让他得逞了。姐，吃饭别说话。那么多年，到底是多少年？你睡沙发？其实床挺大的，或者我睡沙发也行。领证是为了让你摆脱谢怀，不是为了逼你。早点休息。这不是婚礼当天的冲动。我以为我只是个将就的选项，原来我早就被人放在了心上。秋月，秋月，闹了这几天，气也该消了吧？我今天带张律师来，是给你最后一次体面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怎么，真打算跟这个备胎过家家？秋月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别为了赌气把自己一辈子搭进去。邱小姐您好，受谢怀先生委托，我们对您与这位先生的婚姻合法性提出正式质疑。根据调查，婚礼当天新郎中途更换，未向宾客及相关方提前公示，此行为涉嫌隐瞒与欺诈，且仪式流训存在重大瑕疵。我们有理由怀疑，您是在情绪激动或受人诱导的情况下完成的仪式。该婚姻关系在法律上可申请破销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月月，你看，法律都不认可你们这出闹剧。只要你现在点头跟我回去，这律师函我就当场撕了。郝堂那边我已经处理好了，以后我只对你一个人好。张律师是吧？念完了吗？柴先生，我劝你们认清现实，打起官司来你们毫无胜算。月月，你看他连个屁都不敢放，这种男人能给你什么安全感？云中局盖的钢印，合法登记。张律师，你教教我，这叫什么瑕疵？请问新娘秋月，你是否自愿与柴云芳先生结为夫妻？我自愿。这是婚礼全程录像，仪式合法，双方自愿，没有任何人胁迫。张律师，你拿着一份毫无根据的废纸跑来恐吓合法夫妻，我是不是可以去律协投诉你职业操守有问题？谢总，这证件齐全，录像也证明是真实意愿表达，这函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啊，没法打。不可能！你们什么时候去领的证？与你无关。现在带着你的律师滚出我家！我花钱请你来是让你长他人志气的吗？给我找漏洞啊！谢总，这活我接不了，咨询费我退给你。行，秋月，你够狠。明面上我动不了你们的婚姻是吧？你别忘了，你之前那个项目的尾款还在我手里卡着，咱们走着瞧，这事没完。秋月，你以为找个野男人领证就完了？我们之前合作的那些项目，你帮我填资的转账记录我可都留着。我随便截几张图发到行业群里，说你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利益，你猜别人信谁？明天我上午10点老地方见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还是这么下作。谢怀的私信，他拿以前的电子记录威胁我，逼我单独见面。坐。这些邮件发件人全是他，你只是抄送。他想用这个定你的责，法律上根本站不脚。但他手里我帮他处理烂摊子的电资流水，
如果他断章取义发到行业群，会影响我的声誉。他不敢。我查过了，他给好堂那个艺术馆私投的100来万，走的是他部门的公账。你什么时候查的？今天下午，只要我们把这份流水准备好，他敢造谣，我们就直接报警，告他挪用公款。他发这些只是因为他走投无路，在虚张声势。他遇到问题，第一反应永远是把责任推给别人。其实婚礼天，我打过他。你打了他？为什么？那天我去酒店确认场地，在走廊听到他跟好堂打电话，他说你就像个免费的保姆，随便哄2句就会乖乖把婚礼办完，根本不用他操心。我没忍住，那一拳我早就想揍他了。秋月，我顶替他，不是一时冲动，也不是为了帮我姐解围。我知道了，证据我们已经整理好了。明天他如果再敢发一条消息，我们就把这份流水直接抄交给他公司的法务部。好，都听你的。12点了，马上就好。明天是我入知芒传媒的第一个大项目汇报，我必须拿下。不用把自己逼得这么紧。谢怀的事让我明白，我不能总躲在别人身后。我想凭自己的本事，在新公司站稳脚跟。喝完早点睡，明天我也有个重要的项目对接会。好，祝我们明天都顺利。秋月，这次的甲方云创资本要求极高，听说新上任的负责人是个狠索，铁面无私。你准备的方案千万别出岔子。王姐放心，数据我都核对过3遍了。我是星芒的项目总监，这位是我们负责本次方案的主讲秋月。柴总好。开始吧。针对贵司的文化 IP 孵化需求，我们第一阶段的策略是第3页的预算转化率，你们的预估模型过于乐观。如果前期流量未达标，备用方案是什么？柴总看得很准。关于风险控制，我们准了 B 套方案，通过置换核心资源未来兜底。具体数据再附录第7页。继续。昨晚熬夜就是为了应付我。柴总的钱确实不好赚。秋月，干得漂亮！刚才柴总的助理私下跟我说，柴总对你的方案很满意。谢谢王姐。家里是夫妻，公司是甲乙方，这层关系要是曝光，别人会怎么看我今天的努力？这简直是个随时会爆的雷。柴总刚才在会上挑刺挑的可真专业，那个方案缺乏落地性，说的我差点以为自己要被开除了。公事公办，不严一点，别人会觉得你这个新人好欺负。那你也不用全程板着脸吧，连个眼神都不给我，装得跟从来没见过面一样。我怕多看一眼，就忍不住想替你把活儿都干了。静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切，找我？我来找甲方对接进度啊。不过看这架势，甲方对我们乙方的人挺满意。不是的，静姐，我们刚才只是……行了，别解释了，走到饭点了，一起吃饭去。今天甲方请客。云帆可以啊，以前在家连个碗都不洗，现在伺候人倒是挺顺手。你们俩在家谁做饭？他做的多，我最近加班，回去他都把饭热好了。算他懂事。秋月，以后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直接告诉我，我替你收拾他。哟，这不是刚入职的秋月吗？我说怎么刚来就能拿下这么大的项目？原来是私下里跟甲方高管关系这么好啊！这手段我们可学不来。你眼睛要是不用可以捐了。秋月的方案是全组盲院出来的，怎么？你能力不行，就只能靠造谣找存在感。再让我听见你嚼舌根，我直接去你们 HR 那儿问问，公司是不是专门招长舌女？别理那种人，你凭本事吃饭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以后在公司姐罩着你。各位，打断一下，为了保证这次项目的艺术水准，我们特意高薪聘请了业内知名的艺术顾问来把关。大家好，我是郝唐。接下来的项目我会和大家一起深度合作。邱主管，你继续汇报吧，正好让郝顾问听听你们初步构想。我们的核心理念是融合现代极简与传统元素，通过空间留白来突出展品。等一下，邱主管是吧？你这个方案
说实话，太降气了。郝顾问觉得哪里不妥？所谓的极简，不是把东西清空就叫极简。你这空间留白，看着就像是预算不够硬凑出来的。艺术馆需要的是灵魂，不是这种流水线上的工业废品。这份方案是基于甲方给出的预算红线和场地实际面积测算过的，每一处留白都有对应的动线设计。数据是死的，艺术是活的。我也没办法，可能邱主管以前接触的都是些小打小闹的活儿，理解不了高端艺术馆的调性。谢怀现在满世界找我追债，我总得找个地方回回血。真巧啊，在这儿碰上你。其实我挺好奇的，这么大体量的项目，怎么会交给一个看起来履历并不怎么出彩的人负责？哎呀，我不是质疑贵公司的专业性，只是听说邱主管和这边的对接人柴总私交甚深。当然啦，我知道邱主管不是那种靠关系上位的人，但外人难免会多想嘛。为了避嫌，这方案是不是得重新评估一下？郝顾问既然是来把关艺术水令的，就请把注意力放在方案本身。我就是在谈方案呀，这东西毫无艺术价值，我作为顾问总不能闭着眼睛签字吧？我也很难做的。那个，既然郝顾问觉得有问题，邱主管，你们团队就再回去改改。那就辛苦邱主管了，希望下次你能拿出点真本事，别总指望别人替你兜底。邱主管，这方案我们熬了3个通宵，全盘推翻吗？不推翻。他要谈专业，我们就用专业打他的脸，去把近3年所有同类艺术馆动线数据和转换率调出来。我要做一份让他挑不出半个的对比报告，准备干活。凌晨2点了，他既然要谈专业，我就用最专业的东西堵住他的嘴。我陪你。邱经理，我昨天说的很清楚了，这个展区的动线设计太死板，完全破坏了艺术品的呼吸感。你是不是对艺术2个字有什么误解？郝顾问所说的呼吸感，在实际运营中会导致人流拥堵率上升40%。这是近3年同类型艺术馆动向力图，我设计的方案不仅能保证每个展品的最佳观赏距离，还能将日均客流承载量提升30%。对标的5个成功案例，执行细节都在这里。数据是死的，艺术是活的。邱经理这么急着拿数据压我，难道是怕别人说你这方案不是靠自己实力做出来的？毕竟有些特殊关系，大家心知肚明。甲方只看方案质量，不听无端揣测。邱经理的方案逻辑严密，数据扎实，我方完全认可。郝顾问如果只能提出情绪的主观挑刺，建议重新审视自己的专业度。既然柴总作为决策方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保留意见，希望后续执行邱经理也能这么顺利。秋月，你以为有柴云峰给你撑腰，就能踩在我头上？一个婚礼当天换野男人结婚的破鞋，我看你的名声还能不能像你的方案一样无懈可击？喂，张主编吗？我这里有个关于最近风头正势的邱经理的独家爆料，关于他那场闹剧一样局的婚礼。对，绝对劲爆。张主编，其实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，大家都是同学，我一直把秋月当好朋友，可是他最近在公司里的作风实在让人看不下去。郝小姐，您刚才说他婚礼那天临时换新郎是有预谋的？谢穗那天只是临时被项目急事耽搁，他就直接拉着柴总上台。柴总是我们项目甲方，哪是普通经理能随意使唤的？您的意思是，他早就和柴总暗度陈仓，借着婚礼逼冒？我可没这么说，但事实就是，他现在不仅成了柴太太，还顺理成章的接手了我们这个大项目。谢川现在被他逼得连公司都回不去，整天借酒消愁，我看着都心疼。这可是大新闻，心机女借婚礼攀高枝，脚踏2条船，把前任逼上绝路。郝小姐，您放心，这篇报道我一定写得精彩。那就麻烦张主编了，我只希望真相能大白于天下，别让更多人被他那副清纯无害的样子骗了。邱经理，你看公司大群。这张什么时候发出来的？就刚才，现在整个行业群都在转，几个大客户刚才打电话来，语气都很奇怪，问我们项目对接人是不是要换。这绝对是郝棠那个绿茶搞的鬼，除了他，谁会把谢叔说那么无辜可怜？静姐，你先别激动。我能不激动吗？他这是故意毁你的名声，现在外面全是谣言，说你靠攀附上位拿项目。他既然敢在背后搞小动作，就说明他在明面上已经无计可施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现在客户那边已经开始动摇了，再不澄清，这项目真得黄。躲是躲不掉的。既然他想把事情闹大，那我们就把真相摊到台面上。邱经理，关于网上的那些传闻，我们希望公司能给个说法。毕竟
我们合作看重的是专业和人品。各位，我知道大家现在对我的个人作风有疑虑，但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来辩的。不辩解。那邱经理的意思是，网上的传闻都是真的？这是我接手项目以来的所有数据，每一笔资金的去向，每一个节点推进都清清楚楚。我的专业能力，这些数据可以证明。至于我的人品，我会在明天的公开说明会上把所有的证据，包括谢怀私自挪用资金投资好唐艺术馆转账记录，全部公之于众。挪用资金？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明天大家自然会清楚。我只希望各位能给我1天的时间，也给这个项目一个公平的机会。邱主管，大家手头项目都挺紧的，突然把我们全叫来，不会是为了私事吧？秋月，其实你不用勉强，那些闲话过阵子就散了。我知道最近公司里有很多关于我的议论，占用大家时间很抱歉，但我只需要10分钟，10分钟后大家再评判。这是我原定婚礼当天前未婚婚苏谢怀发给我的消息。这是第2条，他说让我先上台唱首歌给宾客助助兴，等他回来。这结婚当天让上台唱歌拖延时间，就为了别的女人试衣服？这是当天的时间轨，上午10点，谢怀在陪好堂，11点50分，吉时已到，谢怀依然缺席，12点整，我决定新郎。有人说我脚踏两船，有人说我心机上位，但事实是我独自操持了3个月的婚礼，在最后一刻被当众羞辱。我换人，不是早有预谋，而是及时止损。大家看清楚，真正造谣颠倒黑白的是郝唐，他插足别人婚礼，反倒倒打一耙，太过分了。秋月，我们之前不知道内情，还以为真是对不住，这谢怀简直是个渣男。邱主管，我之前也是听别人瞎传，你放心，以后公司里谁再敢拿这事儿嚼喝根，我第一个骂回去。谢谢大家愿意听我把话说完，私事到此为，接下来我们全力推进项目。公司内部的舆论是稳住了，证据确凿，谣言自然不攻自破。但你看起来并不轻松。郝唐既然敢把事情闹大，就不会只在公司内部做文章。我刚才看了一眼手机，客户圈的几个大群里，关于我的负面传闻还在发酵。公司外的战场才是他真正的目的，他想彻底毁了我的职业信誉。不管他下一步想干什么，我陪你一起接招。我也没办法，秋月毕竟是我大学同学，他拿出的那些聊天记录，现在这技术谁说得准呢？其实换新郎这事儿圈里都传开了，谢怀那天明明是去处理急事，他非要演这么一出，把谢怀逼到绝路。你知道的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只替谢怀觉得委屈。我去处理。造假！郝唐，你这颠倒黑白的本事，不去写剧本真是屈才了。柴静，我知道你和秋月是闺蜜，你偏帮她我能理解，但你不能血口喷人啊！偏帮？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铁证如山。及时推迟一下怎么了？你先上台唱首歌顶一顶，我陪小唐试完衣服就过去。这视频谁知道是不是剪辑过的？剪辑？这几位都是当天的宾客，他们亲眼看着谢怀迟到，亲耳听到他要求推迟吉时。没错，那天我们都在场，新郎确实没来。谢怀为了陪你试衣服，连自己的婚礼都不顾。秋月换新郎那是及时止损，你现在倒打一耙说秋月演戏，你这脸皮防弹弹的吗？郝唐，我本不想把事情做绝，但你一再挑战底线，我只能把真相摊开。我和云帆的婚姻清清白白，轮不到你来泼脏水。再有下次，律师函件。你到底怎么搞的？你不是说秋月手里没证据吗？又怎么了？我这正瞒着呢。今天柴静把婚礼当天的视频当中放出来了，我现在成了整个圈子的笑话。你惹的烂摊子，凭什么让我来背锅？谢怀，既然你护不住我，那就别怪我翻脸无情了。2周前，云帆怎么会去订新郎礼服？难道月月早就打算换人，故意拉云帆下水？月月，你现在有空吗？出来见一面，我有话问你。月月，咱们这么多年的闺蜜，我今天就直说了，你老实告诉我，婚礼换人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？这是什么？云帆的定制礼服收据，时间是婚礼前2周，还有这个本子，他画的走位图比婚庆公司还详细。如果不是你提前透了底，他怎么会准备的这么齐全？我一直以为那天是我急中生智拉他救场，可现在看来，他根本就是有备而来。月月，你是不是早就想踹了谢怀，拿我弟退路了？静静，如果我早有计划，我不会让自己在台上干等半个小时，受尽谢家人的白眼和嘲笑。我大可以提前宣布换人，体体面的办完婚礼。我发誓，直到你把他推到我面前那一秒，我知道他穿的是新郎礼服。那他这算什么？未卜先知？或许是他一直在等一个不可能的机会。
这傻小子，他瞒得连我这个亲姐都不知道。月月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居然怀疑你利用他，我真是脑子进水了。我是怕云鹏陷得太深，最后受伤害。换作是我，看到这些也会多想。你是心疼他，我明白。月月，我以前只当你是闺蜜，现在我是真把你当弟妹了。既然误会打开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。我爸妈那边你放心，有我兜底。他们要是敢拿以前的事说闲话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谢谢你，静静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带你媳妇儿回家，别在这儿碍我的眼。姐，回见。妈，晚上多做几个菜，我带云帆他媳妇儿回来吃饭。对，就是月月。姐，顶替新浪师学院的跟秋月没关系，你别怪他。姐，我喜欢他很久了，这事儿是我蓄谋已久，你要骂就骂我。姐最护短，要是他觉得秋月利用我，肯定会闹翻，我得把所有责任都揽下来。你看他同手同脚的样子，平时装的多酷啊！一上台紧张的跟个木头桩子似的。他当时手心全是汗，戒指都差点没拿稳。出息，白长那么个个子了。哟，木头桩子回来了。你们没吵架？吵什么？吵你有多笨吗？姐，你翻我东西！婚礼突发情况封案，伴郎致辞修改版，如果新郎缺席的法律风险。月月，你看看，某人为了顶替这个新郎，可是提前2周就开始做功课了，这哪是临时起意，这简直是蓄谋已久啊！所以你那天上台，其实在心里排练了很多遍。没有很多遍。拉倒吧，这本子上连怎么对付谢怀那个渣男的话术都写了3版。姐，你别说了。云帆啊，你小子藏得够深的，要不是我今天翻出来，你打算瞒我们到什么时候？我只是怕你们觉得我冲动。姐，我是认真的。我知道。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什么脾气我能不知道？月月，这小子虽然闷了点，但绝对靠谱。以后他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告诉我，我替你揍他。好。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。我来擀皮吧。洗手去，别把面团弄脏了。柴进那个贱人，居然当众拆我的台，现在圈子里都在看我的笑话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咽不下去？我投进去的钱全打了水漂，现在连翻本的筹码都没了。秋月倒是攀上高枝，过得滋润的很。谢怀，你不是最清楚秋月公司那些大客户的底细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手里有艺术馆的项目，还有圈内的人脉，你出主意，我出资源，只要把他手里那几个核心客户撬过来，不仅能补上你的窟窿，还能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那就让他尝尝什么叫真正的釜底抽薪。下个月我们艺术馆的年度大展，主赞补商的位置可是专门给您留着的，这曝光率绝对比您现在的渠道高出几个量级。郝小姐的资源我当然信得过，不过我们和秋月那边合作了好几年，一直挺稳当的。突然换人，王总，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！秋月现在可不是以前那个能扛事儿的秋月了。哦，谢总这话怎么说？您想啊，一个女人连结婚这种人生大事都能在台上临时换新郎，这情绪得多不稳定。她公司内部管理混乱，人心惶的，您把大额单子交给一个状态不稳、随时崩盘的人，风险实在太高。是啊，王总，我们这边牵线的新团队不仅价格更优，而且绝对专业，您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既然这样，那续约的事儿我确实得再斟酌找茬。月姐，出事了！慢慢说，怎么了？王总那边刚才打电话说，原定今天签的续约合同要暂缓，还要求我们重新比价。不只是他，李总和张总也开始观望，态度立场摇摆不定。暂缓，重新比价。这3家是我们营收的命脉，而且续约期非常接近，他们不可能是毫无征兆的变卦。我打听了一下，好像是有人在外面放风，说我们公司内部管理混乱，还拿您婚礼的事做文章，说您人品不可靠。这不是巧合，是有人在背后做局。会是谁啊？这么狠，简直是要断我们的活路！查出是谁递的话了吗？顺着中间人摸过去，源头指向了谢怀，他最近频繁接触这家客户的负责人。他给好堂那个艺术转私投了100万，赔了个底儿撩，现在急着捞钱填坑，盯上我手里的项目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客户现在态度摇摆不定，明显是想观望。观望是因为他们没看到底牌。谢怀想搅黄合作，借机接盘，也得看他有没有这胃口。备车，我去见王。现在去？王总那边连电话都不接了。他不接电话，我就亲自把数据拍到他桌上。对手既然露了面，躲是没用的。哎呀，小秋啊，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我正准备开会呢。咱们那个项目大环境不好，董事会要求重新评估，你理解下。王总，大环境不好是真，但有人给您画大饼也是真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谢怀给您许诺利润率确实诱人，但他拿不出任何落地案例。这是我们项目上个月的真实转化哈数据，以及完整的地质性质方案。您是聪明人，
谢怀现在资金链是个什么状况，您稍微查查就知道。他是想拿您的预付款去填他自己的窟窿。商业合作看的是真金白银的收益和稳定的进度，不是空头支票。我们的硬成果在这里，您评估一下，是选随时可能爆雷的空壳，还是选我们已经落地跑通的成熟项目？小邱啊，你这份数据确实漂亮。行，我让法务重新走流程，明天签约。合作愉快。怎么样？稳住了。王总看了真实数据，谢怀那套空手套白狼的马戏没得成。另外2家我也沟通过了，基本没问题。他不会就这么算了？我知道，他既然敢动我的核心客户，说明他和郝唐手里还有别的筹码。今天这波暗手只试探，我陪你。真正的正面交锋才刚刚开始。走吧，回公司。邱总，你的数据确实漂亮，但说实话，谢怀那边私下联系了我们，承诺的利润返顶比你这儿高出5个百分点，在商言商，这条件很难让人拒绝啊。是啊，大家都是求财。王总，高返点需要高现金储支撑，谢怀团队目前的资金储备根本不足以兑现这种承诺，这是饮鸩止渴。这我们还是想再观望一下。不用观望了。作为本项目的核心投资方，我代表集团正式宣布，对秋月团队负责的这条业务线追加2000万合作规模。2000万，这可是真金白银的实盘追加。市场需要明确的信号，这就是我的信号。王总，你们别被他骗了，他追加投资根本不是看中项目，是因为秋月是他老婆。柴云凡，你拿公司的钱哄老婆开心，这种假公济私的利益输动，一旦爆围，在座的各位都要跟着遭殃。大家理解一下，这种私人关系绑定的合作风险太大了。说完了。这是秋月团队上季度的转化率，行业平均水平的 3.5 倍。这是你团队连续2个月亏损。那是因为我做决策只看数据，谁在做事谁在空谈，报表写得清清楚。谢环许诺的高返点，前提是他有钱，但他为了填补某艺术卷项目的100万丝头窟窿，资金链早就断了。你们敢签他的空头支票吗？柴总，我们签。甲方这么硬的底盘拖着，加上邱总的实际，这生意稳如泰山。对，我们只认干事的人。谢总，门在后面，不送。郝唐，那100万你必须给我吐出来！这2000万的追加款一落定，王总那边算是彻底稳住了。这几天连轴转，辛苦你了。分内的事，你更辛苦。到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明天公司见。秋月，怎么了？还有工作上的事没交代完？不是工作，有些话我憋了很久，本来想等你彻底处理完谢环的事再说，但我发现我不想再等了。云帆，太晚了，有什么事我们明天。婚礼那天，我顶替新郎，不是因为我姐的主戳，也不是临时起的仗义，我喜欢你，很久很久了。从你还在给谢怀找借口的时候，从我姐第一次带回家的时候，我就在等。我看着你一个人操持婚礼，看着你受委屈，我只能以弟弟的身份站在旁边。现在你自由了，我不想再做你闺蜜的弟弟，也不想只做你的合作伙伴。云帆，我刚结束一段那么难堪的关系，我现在的心很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。我知道，我今天说这些不是逼你立刻给我答案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你都不用再一个人扛，我一直都在。昨晚你的话我想了一整夜，今天来找你是不把事情含糊过去。你说，我听着。我承认我对你动心了，但我很怕。我刚从谢怀那个烂摊子里爬出来，你就像是一个完美的避风港，你一次次护着我，为我撑腰。我怕自己只是贪恋这份安全感，错把对你的感激当成了喜欢。如果只是因为你救了我，我就和你在一起，那对你太不公平了。你值得一份纯粹的感情，而不是谁的退而求其次。所以你的决定是什么？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去确认，我喜欢的是柴云班这个人，而不是那个在我最狼狈时拉我一把的恩人。等我理清了，我会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答案。好，我等。你不觉得委屈，或者觉得我矫情？你能把这些顾虑摊开来说，说明你把我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。我不急，3年我都等过来了，
不差这点时间。你不用有压力，按你的节奏来，我不催你，但也绝不退让。中午想吃什么？前面路口那家面馆吧，突然很想吃他们家的招牌。好。郝棠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谢怀，你疯了吗？这里是我的公事。工作社，你拿我的钱搞的破工作社，现在偷增撤资，高利贷天天堵我家门，把那100万给我吐出来！放手！那钱是自愿投的，项目黄了关我什么事儿？你自己没本事留住秋月，现在跑来找我撒泼。要不是你天天缠着我，我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今天拿不出钱，咱们谁也别想好过。砸？你今天就是把我砸死，那100万你也得吐出来，不然我就把你当年怎么求我、怎么傍大款的烂事全发到网上去，让你这破艺术馆彻底关门。你真以为吃定我了？你口口声说为了我投资100万，可这钱根本不是你的，这是你挪用公司新相扑合作方预付出股的铁证。你干什么？关掉！我已经把这些证据群发给了你们公司高管，还有你的那些投资人。你想死，别拉着我垫背！你这个贱人，明明是你哭着喊着要钱办艺术馆，是你收了我的钱，现在想撇清关系。我让你投资，没让你去犯罪，是你自己越过了红线。挪用公款是你自己签的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天哪，原来是个挪用公款的骗子，还敢来咱们这儿撒野！看什么看？滚，都给我滚！王总，您听我解释，那笔钱我下周一定补上，您千万别报警。喂，老李，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你借我50万周转一下，我马上就。谢怀，你挪用资金的事圈子里都传遍了，法务都在找你，你别连累我了，以后别联系了。秋月，对，还有秋月，他那么爱我，那么包容我，只要我好好认错，只要我回头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要去找他。月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谢怀，我们已经没关系了。月，你别这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郝棠那个女人骗了我，她把我的钱全卷走了，还把那些事发到公司群里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那是你和他的事，与我无关。怎么会无关呢？月，我们在一起3年啊，你以前最心疼我了，我加班晚了你都会给我熬汤。这次是我一时糊涂，被他蒙蔽了双眼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只要你肯帮我，我们重新开始，我发誓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。谢怀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以前心疼你，是因为我以为我们是奔着一辈子去的，但从你缺席婚礼陪他试礼服的那一刻起，那个满心为你付出的秋月就已经彻底放下了。不是的，那只是个意外。月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不是你的避风港，也不是你走投无路时的备用对象，你做出的选择代价只能你自己承担。秋月，你别忘了，我们之前还有那么多合作项目，你如今见死不救，就不怕我把那些事抖出去，让你在行业里也混不下去？你大可以去试试。我秋月做事坦坦荡荡，所有的账目都清清楚楚。倒是你，挪用公款的证据现在全行业都知道了，你觉得还有谁会信你？你就是看上柴云奔那个小白脸了是不是？你以为他能护你一辈子？谢怀，给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吧。我们之间处理好了。都结束了。冷不冷？赶紧上车，我妈在家炖了排骨图档，就等你们回去吃饭呢。谢谢欣静姐。走吧，回家。邱总，出大事了！我们的核心文化项目被起诉知识产权侵权，法院已经受理，准备走财产保全程序。别慌，我们项目的核心创意是原创，怎么会侵权？对方是行业里出了名的专利流氓林某，他们拿出的证据链非常完整，关键产权节点竟然比我们早注册了半个月。谢怀，他走投无路，找了黑手。现在麻烦大了，一旦财产保全生效，项目账户会被冻结，整个项目都要停摆。查出什么了？太蹊跷了，林某注册专利的时间刚好是我们项目内部定稿的第2天。有人泄密。谢怀当时还是项目总监，他有权限接触到核心数据，他把我们的底牌卖给了林某做局，直觉没用，法庭只看证据。我们现在拿不出他泄密的直接反证，时间差被他们卡死了。我帮你找。这是我的战场，我不会让他如愿。
邱总，久仰。我这人做生意最讲究和气生财，官司打下去对大家都不好。林总想要什么和解条件？很简单，项目归我，你带着你的团队彻底退出这个行业。做梦！秋月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林总在圈子里的人脉不是你能比的，你把我逼到绝路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谢怀，你把仅剩的筹码压在一个靠抢注专利吸血的人身上，真是可悲。秋月，你以为你还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我知道了。法院的保全令下来了，项目账户被临时冻结。你也有今天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？邱总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3天后不签字，你的公司就等着破产清算吧。法务部的意见已经出来了，林某那边不仅申请了财产圈，还把侵权纠纷通给了媒体。现在投资商电话打爆了我的手机，要求立刻给个说法。王总，林某的专利申请时间在我们的核心代码之后，只要给我1周时间，我能拿出完整的开发日志做对比。公司等不了1周，账户被冻结，每天的损失都是天文数字。秋月，这个项目是你一手带出来的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为了大局，为了止损，你必须先退下来。您的意思是？从今天起，你暂时停职，交出项目主导权，后续的应对由法务和公关部接手。我明白了，交接清单我下午发给您。张总，我是秋月。关于去年那批底层架构的交付记录，我需要您出面做个第三方证明。哎呀，邱经理，不是我不帮忙，林老板那边已经找过我们了，而且我们查了当时的记录，确实和你们现在的版本有出入啊。张总，当时的交付邮件我这里有备份，您这是做伪证。云帆，我被停职了，项目交出去了。我查了一下午的漏洞，本来以为能找到突破口，结果发现林某买通了原来硬伤做伪证。我以只要把事情做好就行，但现在我连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给我一点时间。什么？我有办法。队友带上。静静，你拉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手头交接报告还没写完。写什么交接报告？今天可是有大戏看，你给我睁大眼睛盯紧台上。云帆，各位媒体朋友，我是柴云帆，今天站在这里只宣布一件事：即日起，柴氏集团将全面入股星辉公司，并注资3个亿，全盘接管其名下的艺术馆项目。柴总，据我们所知，星辉公司的艺术馆项目正陷入与林某的诉讼纠纷，资产已被申请封限。您此时入局，不怕被拖下水吗？区一个恶意送的财产保全，还冻结不了柴氏的资金盘。集团法务部已经正式接手该案，任何试图用伪证干扰项目推进的人，都将面临柴氏最顶格的法律追责。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弟弟，没想到他竟握着能掀翻整个牌桌的筹码。哎呀，小邱，不，邱总监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人。王总，我的停职交接手续还没办完，您叫错人了。误会，那都是天大的误会，公司怎么可能让你停职呢？哟，王总这变脸速度，不去学川剧可惜了。昨天是谁说要把我们月月踢出局的？柴小姐说笑了。小邱啊，柴总刚才可是特意交代了，这个项目必须由你全权主导，柴氏的资金只认你这人。你赶紧回公司，主办公室我已经让人给你腾过来了。项目我可以接回来，但以后怎么推进，我说了算。当然。等很久了吗？柴氏集团实况人云帆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月月，我不是有意瞒你，我只是怕这个身份会让你觉得有距离感。今天的事我很感激你，你不仅救了项目，也保住了我的尊严。但是我不喜欢被蒙在鼓里的感觉。你帮我是因为我是静静的闺蜜，还是因为别的？林总，这是你抢注专利的资金流水明细。这笔50万的启动资金，并非来自贵公司的账面，而是来自谢怀的私人账户。朋友之间商业借款不行吗？正常的商业竞争而已，你们别想拿这个吓唬我。商业借款？那这份通讯记录呢？谢总放心，只要供应商那边遥抵秋月违约，这项目就是我们的了。你这是非法窃听，这不能作为证据。
这是供应商主动提供的通话录音。另外，你提交的所谓秋月违约的邮件证据，经过我们技术团队的鉴定，服务器时间戳是上周人为篡改的。林总，伪造证据，联合谢怀进行恶意商业构陷，这已经不是民事纠纷了。柴市法务部已经准备好向经侦报案，3年起步的刑事责任，你确定要替谢怀扛下来吗？我撤诉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都是谢怀指使我的，我现在就撤诉。项目回到了你手里。我送你回去。柴云帆，你到底是谁？顶级律师团，柴氏的实控人，轻易就能查清谢怀的底细。你明明拥有这么庞大的资源和实力，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？你看着我为了婚礼四处借钱，看着我被谢怀羞辱，看着我为了保住项目低声下气的去求人，你明明可以一开始就帮我挡下这一切，为什么要等我被逼到绝境，跌到谷底，直到我救世主的姿态出现？官司输了，林总撤သွား了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你马上把那100万给我吐出来，那是我的救命钱。你的救命钱？你搞清楚，那是你自愿投资叶书馆的，现在项目黄了，你凭什么找我要钱？你少给我装蒜！当初是你哭着求我，我才能用公司的账目给你填窟窿。你今天不把钱拿出来，我们俩谁也别想好过。好啊，那就不拿了，反正我已经替你做了决定。你挪用资金的流水、转账记录，还有你私下签的那些阴阳合同，我已经全部打包，实名提交给监管部门。疯了，你自己也脱不了干系。我是受害者，是被你蒙骗的合作方。谢顺，你这艘破船要沉了，别指望拉着我一起死。警察估计已经在路上了，你还是想想怎么在里面过日子吧。不能留，全删掉，只要没证据，他们就定不了我的罪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的私人办公室。我们接到实名举报，你涉嫌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，你的个人放及相关涉案账户已全面冻结，现在正式对你立案调查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是郝唐，是那个贱人害我，钱都在他那里。刚得到的消息，谢怀进去了，挪用公款的事刷了。而且你绝对猜不到是谁举报的，是郝唐，他把谢怀卖得干干净净，连底裤都没剩。谢怀现在账户全被冻结，彻底完了。狗咬狗罢了。谢怀以为能两头占便宜，郝唐以为能一直吸血，他们走到今天是迟早的事。谢怀这算是自吃恶果了。不过郝唐这女人真够狠的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郝唐以为把谢怀推出去当挡箭牌，他就能全身而退。谢怀的账算清了，但我和郝唐之间的旧怨也该个了断了。他欠我的可不只是一个道歉。谢怀被立案了，是我把他的账本和转账记录交上去的。我知道，你别误会，我今天找你不是来向你低头认错的，更不是替你出气。谢怀疯了，他想拉着我一起死，我只是为了自保。我做这一切，我是为我自己。结果一样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了谁，出于什么目的，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谢怀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，而你我之间早就两清了。两清？你真的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？如果不是我，你现在已经是谢太太。郝唐，你太高估自己了。你一直觉得能让谢怀围着你转是你的本事，是对我的胜利。但其实，你只是帮我提前看清了一个烂人。我现在的生活里，有我的事业，有真正值得我珍惜的人。至于你和谢怀的那些烂摊子，我连看戏的兴趣都没有了。单我买过了，以后别再联系了。什么都没了。前往 F 城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列车即将开始检票。过去的事情彻底翻篇了，现在我的全部精力都要放在明天的开幕式上，这可是我们打响的第一炮。有我在，一定会很顺利。我知道。听说了吗？这项目之前差点黄了，资金链都断了，现在能搞得这么盛大，还不是靠柴氏集团在背后输血？可不是嘛，资本硬砸出来的面子工程，成色能好到哪儿去？估计里面全是些东拼西凑的行活，走个过场罢了。不用理会，他们说话太难听，嘴长在别人身上，随他们说。今天我的作品会替我开口。精妙，太精妙了！这组策划不仅立意新颖，对传统武化的解戒更是深刻。这绝对不是靠钱能堆砌出来的底蕴。会长，您对这次展览的评价高？这是我今年看过最有诚意、
最具原创精神的展陈。主理人是谁？您好，我是项目主理人秋月。年轻人了不起，之前外界有些风言风语，说这展览是靠关系撑起来的空壳，今天一看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你的才华就是最好的资本。借着今天各位媒体朋友都在，我代表行业协会宣布一件事。鉴于本次展览展现出的极高专业水准，协会决定将其列为本年度重点推荐文化项目，并在下周的行业大赏上进行特别表彰。这一刻，所有的委屈和质疑都成了废墟，我的事业，我的人，终于都堂堂正正地站稳了。让我们再次恭喜秋月女士，在过去的1年里，她主导的艺术展不仅打破了行业参观人次记录，更展现了非凡的独立策划能力。邱女士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？主持人，这独立策划4个字用在这里不太合适吧？圈子里谁不知道，这个项目中间资金链断裂，差点黄了，最后是靠着柴氏集团的空降注资才起死回生。这奖到底是颁给邱小姐的才华，还是颁给柴总的钱包啊？这位先生，既然你提到了资金链断裂，那我们不妨对时间线。项目冻结的整整45天里，柴氏的资金还没有进场。这段时间，我带着团队用不到3万的备用金，跑了16个城市，敲定了22位独立艺术家的无偿参展意向。场馆的免租协议是我用3份对赌策划案换来的。线上的千万级曝光是我们团队熬了7勾销做出的自发酵话题。资本不养闲人，柴氏投的是稳赚不赔的实劲。如果你觉得靠关系就能拿到这些数据，大可以带着你的策划案去柴氏试试。谢先生，这是外面的最新消息，好堂的实名举报证据确凿，明天开庭，您这边基本没有胜算了。太帅了！你刚才在台上简直在发光，那家伙脸都绿了，活该。收着点儿，镜头还拍着呢。我做到了，实至名归。走走走，庆功宴我已经订好了，今晚不醉不归。法官大人，我真的没有挪用资金，那100万是公司正常的项目投资，是好堂，是他骗了我。他说那个艺术馆项目稳赚不赔，我只是为了给公司创造利润。这是王总的证言，他明确表示对这笔资金的去向毫不知情。同时，我们这里还有你授意下属伪造审批文件的录音证据。把日期改一下，就说这笔钱是上个月批的，王总那边我来搞定。怎么会有录音？此外，我们还查明，被告人谢怀在得知好堂被实名举报后，曾多次试图转移名下资产，并与好堂存在大量的构陷诉讼往来，意图将责任全部推卸给他人。被告人谢怀，面对检方出示证据，你还有那什么要辩护的吗？我认罪。全体起立。被告人谢怀犯挪用资金罪，证据确凿，鉴于其当庭认罪，依法判处有期徒3年，并罚金人民币50万元。结束了。是啊，结束了，一段孽缘终于彻底合上了。走吧，回家。好，回家。月月，秋月，你等一下！月月，阿姨求求你了，你帮帮谢怀吧！你跟法官说句话，就说那些钱是你同意他拿去投资的，是你们2口子的共同财产。只要你松口，谢怀就能减刑啊！谢太太，您到现在还觉得法律是能随便糊弄的吗？你真忍心看他去坐牢？他从小没吃过苦，在里面怎么熬得住啊？你们总以为别人的真心可以随便践踏，别人的退让就是软弱。今天这个结果是他自己选的，结束了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手怎么这么凉？里面冷气开得太足了，现在好了，出来了。走，回家。太好了，那个烂摊子终于甩干净了。我刚在车里看着那个老太婆撒泼，真想下去骂她2句。不用理她了，以后都不用理。对，翻篇了。爸妈在家里做了一大桌子你爱吃的菜，就等你们回去庆祝呢。臭小子，以后你要是敢让月月受半点委屈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姐，你放心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不是为了让她受委屈的。
静静，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？快进来。那个云帆不在家吧？她去公司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好像有情况了，有心仪的人了，这是好事啊！怎么这表情？哎呀，就是对方条件挺好的，是个大学老师，斯斯文文的，我怕我这渣乎乎的性格人家看不上。你现在可是结了婚的过来人，你得帮我把把关。好，你想让我怎么帮？陪我去逛街，我要买几身像样的衣服，不能总穿得像个假小子。走走走，现在就走。月月，你说他那种文化人是不是都喜欢那种温婉居家型的？我穿这个会不会显得太装了？你不需要装成别人，这条裙子太碎了，压不住你的气场。试试这件风衣，里面搭个白衬衫，符合你的风格。这也太贵了，而且万一我穿这么正式去见他，他觉得我太刻意了怎么办？要不还是算了吧。麻烦这件简袍直接穿走。你干嘛呀？我自己付。就当是我这个弟媳送给姐姐的见面礼。你穿这件很好看，自信点。月月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好好逛一次街。我们以前不是经常逛吗？那不一样。以前你跟谢怀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觉得什么？没什么。我是说，以前我是你闺蜜，现在我可是你小郭了，这身份升级了，感觉就当然不一样。怎么了？逛个街还逛出心事了？月月，有件事压在我心里很久了，今天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。什么事儿这么严肃？其实，当年云帆刚开始暗恋你的时候，我不太赞成。那时候你满心满眼都是谢怀，为了他什么苦都肯吃。我看着云帆像个傻子一样默默守着你，我心疼我弟。我当时甚至觉得你配不上他这样的喜欢。我还背着你跟云帆说过一些冷话，让他趁早死心，说你更不会回头看他一眼。月月，对不起，我那时候太自私了，只顾着护短，却忽略了你当时有多难。静静，你不用道歉。你不怪我，你是他亲姐，看着自己弟弟单恋受委屈，换作是我也会护短。你是护弟弟，我理解。再说了，要不是你这个护弟狂魔最后在婚礼上推了他一把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哭呢。我们扯平了。对，扯平了。以后谁敢欺负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，云崩也不行。菜洗好了，还要切点什么？不用了，这些就够。你帮我把那边的盘子拿过来。今天下午看你和我姐聊得挺好。都说开了。静姐其实一直都很关心你，只是以前用错了方式。她就是瞎操心。其实只要你觉得自在就好。说起来，婚礼那天我突然冲上去顶替，你当时是不是吓了一跳？有点，毕竟太突然了。那如果那天冲上去的不是我，换做别人，你吗？这段时间一直都是他在梦安排好一切，在等我回头，而我好像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个确切的答案。不会。什么？我说，如果那天是别人，我不会答应。云帆，我一直没跟你好好说过，其实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那天救了场，也不是因为你帮我解决了谢怀的麻烦，更不是出于感激。我喜欢你，只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，因为你是柴云帆。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替我解了场，也不是因为你是我闺蜜的弟弟，我喜欢你，柴云帆，就是你这个人。你知不知道这句话我等了多久？多久？从你还是别人未婚妻的时候。那时候我只能以你闺蜜的弟弟这个身份站在离你最远的角落，看着你为他忙前忙后，看着你受委屈，我连一句关心都得斟酌半天，怕越界，怕你觉得我别有用心。我嫉妒他，嫉妒他能名正言顺地站在你身边，更恨他不懂得珍惜你。你为什么从来不说？我怕说了，连站在你身后的资格都没有。现在你跑不掉，我不跑。既然你都表白了，那以后每顿饭我们都要一起做。好啊，不过你得负责洗碗。没问题，只要你在，洗一辈子碗都行。各位，关于集团下半年的战略拓展，我提议正式设立文化创意板块。至于这个新板块的负责人，我提名秋月。柴总，咱们这是集团董事会，不是你们家的设立新板块，大家没意见。但直接空降一个负责人，谁不知道邱小姐是你未来的太太？这为爱人铺路举动，是不是有点太明目张胆了？王董，我提名她和她是谁的太太没有任何关系。这是秋月过去3年的实际，
上月艺术馆项目遭遇资金恶意冻结，团队人手短缺，他独自统筹全部工作，不仅如期交付，还斩获本年度行业创新金奖。在座的各位，你们手底下的高管，有谁能在这种绝境下交出这样的答卷？但裙带关系就是裙带关系，公司有公司的规矩，避嫌懂不懂？把这么重要的板块交给他，难以服众。是啊，柴总，这事儿传出去，外界会怎么看我们柴氏？说我们是夫妻店？柴氏需要能创造利润的将才，而非循规度日的庸才。我把放在这儿，文化板块交给他，第1年的利润率如果低于2%，主动辞职。既然柴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我们就按流程走，事关重大，我提议董事会闭门表决，非股东人员请先回避。各位股东慢慢讨论，我在外面等结果。我不想成为他的软肋，更不想让人觉得我是靠着他的偏爱才走到今天。我要的是堂堂正正的站在他身边。通过了，谢谢。不是我的面子，是他们看了你之前做的项目方案，认可了你的能力。云帆，我知道你为了推我上来，在里面顶了多大的压力，你值得。但我不想一辈子背着老板翔上位的标签。如果我只是接受这个任命，在别人眼里，我永远是被你扶持的。我不想这样。你想怎么做？我要立军令状。各位董事，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，通过了文创板块的设立和我的任命。但我知道大家心里对我还有疑虑，为了证明我能胜任这个位置，我提议以对赌的方式立下军令状。对赌，邱小姐，这可不是儿戏。我承诺在1年内让文创板块的利润达到集团预期的150%，如果做不到，我主动辞去负责人职务，并承担相应的损失。邱小姐，你确定这个目标可不低？我确定，我接下这个位置不是因为谁的给予，而是我要自己挣。好，既然邱小姐有这份魄力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柴总。刚才在里面，我其实有点紧张。没看出来，因为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在。你做到了。来，为了我们邱总今天正式拿下文创板块，干杯！干杯！秋月，你现在可是真正的女强人了，太飒了。是啊，想想几年前你还在为那个渣男操心婚礼，现在简直是脱胎换骨。谢谢大家，其实能走到今天，也多亏了你们一直陪着我。说真的，那天婚礼上你突然让我顶替谢怀，我都吓了一跳。要是你当时忍下来了，现在指不定还在谢家受什么委屈呢。就是那个谢怀，简直不是东西，为了个白月光，连自己的婚礼都不顾。不过秋月，你现在和柴云帆在一起，真的觉得幸福吗？一开始我也怀疑过，但这些年，从我被冻结项目到自己独立拿奖，再到今天接下文创板块，云帆一直都在。他没有因为我是他妻子就给我特权，也没有因为我是女人就看轻我。他给了我最需要的尊重和信任。那就好，只要你觉得幸福。那天，我决定让云帆顶替新郎，当众斩断和谢怀的过去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决定。今天，我想借这个机会敬大家杯。其实那天婚礼上，我端着水杯敬谢怀和郝棠的时候，心里是绝望的。但今天我端着这杯水，心里只有感激。敬最对的决定，敬新生，敬邱总。这是我们的婚礼现场。婚礼？我说过不会让你受委屈，别人有的你必须有，别人没有给你补上。其实现在这样挺好的，如果再办一场，会不会太张扬了？而且怕勾起那些不愉快的回忆。这次不请外人，只有我姐，还有几个最亲近的朋友，没有司仪，没有繁文缛节，只有我们。只有我们？对，只有我们。我要给你一场真正属于秋月和柴云帆的婚礼，不是顶替，不是应急，而是我蓄谋已久的明媒正娶。好，我信你。哎呀妈呀，累死我了！云帆，你这保密工作做的也太好了，要不是我逼问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？静静，你怎么来了？废话，我可是你们的头号红娘兼首席伴娘，这么大的事儿能少了我吗？姐，小点声，别吓着他。哟，这就护上了。行，我不说话，我干活总行了吧？日子定了吗？我得赶紧通知那几个死党，让他们把红包准备好。下个月初6是个好日子。好，就初6。妥了，初6，倒计时开始。原来真正爱你的人是连1秒钟都舍不得让你等的。去吧，
他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。上次那枚戒指是我临时顶替时买的，太委屈你了。今天这枚是我亲自画图定做的。秋月，这一次我要名正言顺、光明正大的娶你，做我的妻子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这臭小子，总算让你如愿以偿了。柴太太，明天文昌那个大项目就要正式启动了，准备好迎接新战场了吗？只要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第3家了，这几家核心供应商就像商量好的一样，不是说产能不足，就是要求预付全款。咱们这可是柴氏的重点项目，他们疯了吗？不是疯了，是有人在试探底线。这3家都是以前谢怀在行业里一手扶持起来的旧部，谢怀人都进去了，这帮还敢跳出来作妖？但利益链还在，他们觉得我刚接手文创板块，立足未稳，想借机拿捏我。外面是不是还有传言说我能坐这个位置，全靠柴家的关系？可不是嘛，传的可难听了，说你是个花瓶，离了谢怀的资源根本玩不转。邱总，这可不能怪我们卡您的供应链，毕竟以前这块业务都是谢总亲自对接的，现在换了您，大家心里没底啊。刘经理，你今天来代表的是哪几家？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邱总，您要是愿意把文创街区30%的利润让出来，交给我们几个老兄弟打理，这供应链明天就能恢复正常。这是过去3年我独立操盘的所有项目视角。谢怀在外面应酬的时候，方案是我写的，成本是我控的，连你们几家的品控标准都是我熬夜定下来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材料里掺水？以前我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是因为谢手要保你们。现在规矩我来定。刘经理，回去告诉那几个人，柴氏的平台不养蛀虫，今天下午5点前，要么按原合同供货，要么法庭见。邱总有话好说，我这就回去跟他商量。痛快了，这帮老油条就这么治。备用供应商联系好了吗？早就按你的吩咐对接好了，随时可以顶上。都处理干净了？过去的阴影以后再也兴不起风浪了。你今天在会议室的样子很耀眼。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学会了自己掌控全局。月月，查清楚了，卡我们供应链的根本不是谢怀那些散兵游武。那是谁？赵静平，当年靠着谢怀的起家的那个中间生，他现在趁着我们新项目刚启动，想一口吞下我手里的份额。他胃口不小。谢怀倒了，他倒想来捡现成的。不仅如此，他刚放话说，如果我们不让出30%的利润，就让2家核心供应商断供。断供？他以为这样就能逼我低头？需要我做什么？帮我查查赵静婷这几年的资金流水。他既然敢这么嚣张，底子肯定不干净。查到了。伪造资质骗标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长期做局，把几个大甲方的项目资金洗进自己的口袋，证据链很完整。他还真是胆大包天。他还在加码，找死！既然他想玩，那我们就玩把大的，把这些证据直接送到行业协会和被骗的甲方手里。明白。赵总，这些年你靠着伪造资质和做局，从各位甲方手里拿走了不少好处，今天是不是该算算总账了？血口喷人，这些都是伪造的！赵静婷，流水和聊天记录都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是误会。误会。行业协会的调查处已经在路上了。从今天起，这个行业里再也没有你的位置。清场完毕。这只是开始。月月，阿姨知道今天找你，你心里肯定不痛快，但这信是谢怀他妈托我转交给你的。李阿姨，您大老远跑一趟，如果是为了谢家的事，这信您还是收回去吧。月月，你先别急着拒，谢怀现在在里面，他妈这阵子头发都白了一半，他信里写了，当年婚礼上冲上台骂你骗婚，他给你赔不是。赔不是？迟了3年的道歉，是因为知道自己错了，还是因为现在走投无路了？哎呦，月月到底也差点做过一家人，他就盼你能出面帮衬一把，给谢怀写个谅解书，或者求求给他们留条活路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李阿姨，您说的饶人处且饶人，那当年我一个人操持3个月婚礼，谢怀为了别人婚礼都缺席的时候吗？婚礼当天，谢夏他妈指着我的鼻子，逼我推迟吉时，逼我上台唱歌给宾客助兴。
那时候他怎么没想过给我留条活路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他现在也遭报应了，不是？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柴总对你又上心，你就当发我的善心不给践踏过我尊严的人。李阿姨，我不落井下石已经是我能给他们家最大的体面。月月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呢？就当是给自己积点福。我不追究，是因为我不想再跟谢家有任何瓜葛，不来往是我的底线。这封信您原样带回去的，谢怀的因果谢家自己担，但我已经买过了。李阿姨，以后如果是喝茶聊天，我随时欢迎；如果是为了谢家当说客，您就不必再联系我了。还好吗？彻底翻篇了。那么回家。云帆，明天周末陪我回趟娘家吧。好，我来安排。这是给叔叔阿姨的。只是回家吃顿便饭，不用这么破费。不是便饭，我姐已经带人带着海鲜在楼上了。静静也来了。婚礼那天太仓促，没来得及给长辈敬茶。今天两家人正式聚齐，欠你的流程一样都不少。好，我们上去。云帆，家里条件简陋，粗茶淡饭的，你别嫌弃。谢谢阿姨，闻着就很香。太绝了，这涮排骨比外面有星级酒店做的好吃，我今天非得吃2碗饭不可。月月这孩子从小就懂事，什么苦都自己咽。以前在谢家，是我们做父母的没本事。谢家门槛高，以前我们连去吃顿饭都要看人脸色，眼睁睁看着月月受了3年委屈，我们连句硬气话都说不上，是我们对不住女儿。妈，都过去了，今天不说这些。阿姨，您这叫什么话？月月现在可是我们公司的定海神针，您是不知道，前几天她把那个造假的赵静婷收拾得服服帖帖，整个部门的人都对她心服口服。她厉害着呢，谁能给她委屈受？叔叔阿姨，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，以后他的事儿我扛。柴家不讲门第，月月就是我们家的底气。好孩子。爸，我现在很好，真的。对，干杯，庆祝咱们一家人正式大团圆。接下来是媒体提问环节，有请各位媒体朋友。邱总，恭喜发布会顺利召开，但业内一直有声音说，您能拿下并盘活这么大的文化板块，全靠柴氏集团背后的资金兜底。甚至有人直言，您不过是名不副实，靠着私人关系在撑场面。对于这种靠关系上位的标签，您今天打算怎么解释？我不打算解释，因为数据比任何解释都更有说服力。半年前，文化板块项目资金链断裂，被卡给整整3个月。我接手后的第1个季度，项目不仅填平了亏损，还实现了15%的逆数盈利。我们新增了42家深度合作方，带动了上下游近3000个就业岗位。行业内的客户满意度从最初的60%飙升到了现在的98%。柴氏确实提供了初期的注资，但资本不是做慈善的，能让资本心甘情愿留在牌桌上的，只有硬业绩。太帅了，这才是我的好闺蜜。今天除了成果发布，我们还要宣布一项由行业权威媒体联合评选的重磅荣誉，获得本年度最具影响力新税摊手称号的是秋月女士。曾经我以为隐忍和退让能换来安稳，但事实证明，只有自己掌控全局，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。这个奖杯属于每一个在绝境中没有放弃的同行者，也感谢一直站在我身后给我底气的人。真安静，刚才在会场里闪光灯晃得我眼睛都花了，现在站在这里才觉得一切都落到了实处。累了吗？不累，只是觉得像做了一场梦。云帆，你还记得几个月前吗？记得。那时候我一个人站在婚礼的台上，看着台下那些窃私语的脸，觉得天都要塌了。被缺席，被当成笑话，甚至被要求推迟及时去等一个根本不在乎我的人。但我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不是天塌了，那是天亮了。如果那天没有换掉新郎，没有彻底撕破脸，我可能还在那个泥潭里为了所谓的责任和体面委曲求全。谢怀现在大概还在为了那笔烂账跟郝唐互相折骂。曾经我觉得那是过不去的坎儿，现在看来不过是场闹剧。他们不配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。是啊，从那天起，清理掉些烂人烂事，把项目主导权拿回来，直到今天站上那个领奖台。当年在学校操场，我只能远远看着你，趁着人乱给你递一瓶水。婚礼那天，我走上台，不是为了帮你走个过场，是为了光明正当的娶你。烂人已经自食后果，旧账也全都清了。从今往后，你的事业，你的人生，我都陪你一起走，这只是个起点。好，刚开始。